破碎年代，相拥且忧愁。愿那勇敢的人结伴往前走，长日路漫漫，一整个诗句失散，月满枝头。 彩碧姐姐，我们还是要再找一点干粮。大家现在人心惶惶，别再出什么事。还记得刚入宫的时候，你想方设法的逃走，没想到现在，你想方设法的想让大家留下来。谁不想出宫啊？可出宫以后，主子怎么办？我答应过寿喜姑姑，要照顾好主子的。 一晃这么久了，眼下出宫只是时间问题。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吗？宫外有我爹跟我弟弟，以前怎么过，以后就怎么过呗。走吧。真的被封了，那我们再去别处看看吧。谁？吓我一跳。蓉儿，李大人，你们怎么样？太妃怎么样？还能怎么样？自然是不习惯。对了，后来你去哪儿了？我去跟民国政府的士兵交接守卫工作，好在他们同意让我继续守卫太妃的安全。这下我们心里还能安慰些。这么晚了，你们是准备干什么？我们要出去找点吃的。 走得太急，现在一丁点水都没有了。今天幸好我给主子做了炒面，还有1小缸的玉泉山的泉水。主子晚饭是尽了，可是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吃东西，明日主子的膳食也都还没有着落。给你们。我知道你们还没吃饭，所以我准备了点干粮，你们拿回去分一分。 别饿坏了自己。多谢李大人。养心殿后面有口水井，要不我带你们过去认认路。太妃身边不能没人照顾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你们2个去找水井，我把东西先拿回去分一分。多谢李大人。我走了。现在这宫里人越来越少。 害你的人可能还留在宫里，你可要多加小心。皇上突然出宫，大家都措手不及，估计那个人也是火烧眉毛，没工夫再来害我了。蓉儿，你一定要提防一个人。玉德福。我也觉得他不太对。今日在春华宫，他提起我爹跟我弟弟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不太正常。 而钱德海被害，我在想，害我的肯定是皇上身边的人，所以消息才会如此灵通。即使今日太妃主子也是想离开宫的，可是她极力反对，说一些危言耸听的话去吓唬她。她或许在宫里有什么想要的东西。宝贝，一定是宝贝。如果我们能找到藏宝的地方。 来一个瓮中捉鳖，抓他们个现行。你呀，当务之急还是照顾好自己。调查盗宝的事交给我，我会在宫里保护你和太妃。虽然我现在已经不是御前侍卫了，
皇上有他的考虑。我和皇上心意相通，我明白他的。不过，我现在已经自由了，来往家里也方便一些，这样也能替你照顾你的家人。是啊，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好不好。上次回家喝醉了酒，都没有跟他们好好说话。上次，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？醉了，当然是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你看，今晚的月亮好美啊，你也好美啊。你冷吗？冷。别着急，慢慢来。谢谢彩碧姐，别着急，来，你们拿去。静儿，谢谢彩碧姐姐。还好有你和蓉儿姐想着我们，要不然恐怕我们见不到明早的太阳了。别这么说，快吃吧。对啊，我就知道蓉儿姐不会对我们不管不顾的。对了，彩碧姐姐，蓉儿呢？蓉儿她吃了吗？你不用担心，她跟李大人在一起呢。其实，这皇宫没了也好，起码他们两个可以在这里相依相伴了。我早就认为蓉儿和李大人啊是天作之合的一对呢。就是，我总觉得他们可般配了。我也觉得。谁呀？公公，是我。进来。禀公公，荣惠太妃已经歇下了，如今是青儿在外殿值夜，她正巧就坐在入口那儿。行，之前让你跟钱德海干的事儿，总算是没白干。公公英明，调开青儿并不难，只是奴才担心还有别人。这荣惠太妃本来就胆子小，如今更是离不开人，每天都要安排人去守夜，吩咐不能睡着，就连眼睛都不能眨。要是那谁真进不去了，咱里边的东西可怎么办？我知道，你先去吧。哎，胆小也有胆小的好处。这可怎么办？还说让你陪我回来拿点食材，以为躲一阵子就能回来，所以好多食材都没有拿走。他们怎么把这边给封上了？或许我们应该去内管领处看看。内管领处？昨儿皇上想吃西餐，请来了吉士林的西餐大厨，那些东西还没用，我们去找找，或许有你想要的食材。你怎么知道这门没被封起来啊？我猜的。国民军对紫禁城不太熟，果不其然，还就忘了封这个门了。这儿有水，还有些吃的。幸亏当时他们走得急，遗留下了这些，应该能够吃几天。这些是什么？哟，大御厨，这就把你难倒了。这些是西餐的食材。这一块儿是什么呀？这个是黄油，皇上平时吃面包的时候爱抹这个东西。那这个呢？这个白白的，你闻一闻，真香。这是奶油，西餐离不开黄油和奶油。这有点像宫里的满蒙奶食。
这个我知道，这是面包。真聪明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个是火腿，还有这些生菜和芝士。平时皇上和娘娘吃的时候啊，我在旁边留神看了看。可这些该怎么做呀？今天你先用这些对付着，明天我去宫外帮你找些新的食材。哎呦，这都什么玩意儿啊？怪怪的，看上去。姑姑，这个是火腿，这是熟的，不用再炖了。这个是芝士，这个是黄油，这个是面包，这个是生菜。生菜啊？这肉还是粉色，这生的吧？这能吃吗？西洋人呐，不像咱们，他们就爱吃生的东西。嚯，要不说是鬼子，洋鬼子，野蛮。这各国有各国的吃法嘛，你看他们不也是长得又高又壮，吃这些肯定也没坏处。哎呦，我可吃不了。你想吃啊，还没有呢，这些都要留给主子。哎呦，这太妃主子能吃得惯吗？那要试试看才知道啊。卖报卖报，都被赶出宫了。政府接管紫禁城。来，报纸。哎，这不，哎呦，这不刘掌柜吗？啊，您还没睡醒啊？啊，哎呀，皇上都被赶出宫了。哎呦，那我闺女这上哪儿了？啊？多罗妈，可回来了！我们在这儿啊，都等了你好一会儿了。找我有事吗？皇上身边的人都跑了，那大印都给砸了。两个老太妃恐怕是已经殉国了。你家李琦在宫里当差，他可是皇上身边的红人，他能不知道？啊不，那个大姐，你刚才说的，都是真的吗？哎呀，千真万确呀！你赶紧去吧，宫门都要关了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啊！快点，快点，赶快，走。这些都是皇帝吃的东西。是啊，听说啊是昨儿皇上早上想吃的，这不是昨儿慌乱嘛，没吃成。你说本宫也是堂堂大清的太妃，皇帝的额娘，现在竟然要吃别人剩下的东西。本宫还不如学前朝的崇祯皇帝，被景山吊死呢。哎呦，主子，这种不吉利的话以后可不行再说了啊！尝尝，新鲜玩意儿。快！啊，我来吧。双喜啊，这菜太简单了。这豆腐就这么给本宫吃啊？这哪是豆腐呀？蓉儿说了，这叫黄油，要抹上面包才好吃呢。我给您弄啊。好嘞，弄上一片火腿试试，这放上去好吃。你看，来尝尝。怎么样？还不错，可不是嘛。蓉儿啊，这都是什么呀？怎么是生的？这是色拉，西洋的菜式，蓉儿专门做给主子尝尝。哦，皇帝喜欢吃这个。嗯，可这生菜叶本宫吃不下。你看这叶子，这是什么菜啊？这菜叫生菜，洋人都吃这个。本宫不吃了，你撤了吧。主子，你要一点东西都不吃，这身体受不住啊。闯宫的那天，本宫本来想去找先帝，是你把本宫劝住了。这2天，本宫想通了，既然死不了，往后的日子，本宫希望可以随心所欲地活着，你说好不好？当然好，主子能想得开，蓉儿替主子高兴。
那把这个菜撤了吧，本宫不吃了。如果不为难的话，以后还是给本宫做点中式的饭菜。是。你看这门口的侍卫都撤离了，是啊，这都变成这样了。要不问问去？你快去吧。嘿嘿，官爷，这怎么了？这是啊？我闺女在荣惠太妃身边当差的，听说皇上出宫了。你说这是哪跟哪儿啊？我们家李琦啊是御前侍卫，是不是也跟着皇上出宫办差了呢？是啊，皇上都出宫了啊，哪还有什么太妃和御前侍卫啊？你们把这儿当什么地方了？眼下这紫禁城归民国政府管理哦。你们老两口要是没事儿就赶紧走。我们俩不是老两口，我们俩不是老两口，我这找我闺女去，我不管这紫禁城归谁了。站住！你快看去啊！哎，李琦，哎，李琦啊！哎呀，我可算见到你了，都急死我了。你们怎么来？哎呀，这皇上啊，现在都出宫了，你是皇上的御前侍卫，这皇上真要出点什么事儿，你不还得第一个去保护皇上啊？蓉儿她没回来呀，蓉儿人呢？蓉儿现在在宫里伺候荣惠太妃。我出来就是给您二位报平安的。哎呦，这孩子可是太倔强了！皇上都出宫了，他陪着太妃算哪门子呀？那你呢？你这是出来了？我出来一会儿就得回去。刘叔，蓉儿在宫里有我保护呢，哎呦，一定没问题。那让你费心了，一定啊。那你自己当心点啊。您放心吧。哥，你回来了。冬妈，皇上出宫了，李琦也不是御前侍卫了，咱们齐人呐，今后，冬了妈。你先别着急，我去找趟我哥啊。哎，玉梅，我刚才在宫门口看见你哥了，他说要守着太妃，过几天才回来。不行，我得去趟报社。爹，你知道了吗？皇帝出宫了，这回是真的出宫了，小朝廷都没了，太好了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合着你这一宿就干了些这个事儿啊？今儿一早的报纸头版头条，我姐呢？姐，对，他还没回来呢。不可能啊，连一点信儿都没有吗？今儿我到宫门里打听了，碰见李琦了，他说他要守着太妃不回来了。不回来了？怕是不让回来了吧？李大哥呢？我去问问。哎，他出宫办差了，说有空回来给咱报信儿。我不信宫里的人，我要自己去打听一下。难道是真的要变天了？我说没来就没粮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哎，这怎么说没就没啊？为什么说没有就没有啊？我们家都没有米下锅了，我们得我们一家老小都等着吃饭呢。放粮！好，那我知道了。怎么样了？来消息了，说两位太妃以死相逼，非要留在宫中。民国政府拿他们没有办法，就暂且让他们住下了。你姐姐估计也留在宫中了。当真？不是被宫里人扣下了？那我哥呢？
你们先别着急，具体的情况我要去宫里打探一下。入宫？钟敲了一遍又一遍，终于，梦结束了。这一天在一些奇人的记忆里格外漫长，好像永远也挨不到边儿似的。庄先生曾这样向我描述过：黄昏在紫禁城上空徘徊了13个年头，现在终于入夜了。是的，入夜了，该是离开的时候了。只是蓉儿还继续陪着两宫太妃，暂时留在了宫中。这些都封存起来了。来，好好的宫殿，怎么败落成这个样子？谁说不是呢？刚才我看到一根楠木的柱子，已经开始腐烂了，再经些风雨就得烂透了。政府不能不管啊！得马上修缮，连年征战，连民生都耽误了，哪还有钱修这些？多好的中国古建筑！是啊，太可惜了，我觉得真的太可惜了。这些要马上修吧，再挽救不了了吧？是啊，紫禁城一旦收回，就得马上开始修缮。话是这么说，哪来的经费呀？嗨，少打些仗，多干点正经事儿。给咱中国人留点颜面和记忆吧。是。秋桐啊，你父亲跟我讲，让我一定带你来参加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工作，所以我们才一同进宫。今后文物保护还得靠你们这些年轻人呐。啊，好的，西教授，我记住了。这里大部分都是康雍乾的遗物啊。只是空荡荡的紫禁城，这么多年的积累，还有这么多珍贵的文物，必须得增强人手，加强管理啊。那也得等景仁宫的2位太妃撤离才行啊。太妃？哎，清室不都已经迁出紫禁城了吗？哎，有2位太妃怎么说都不肯走。怎么会有这种事啊？这紫禁城早就归了民国了，怎么还能霸住不走啊？这太不像话了嘛！是，我们也是没办法。冯玉祥将军说，不好逼人太紧。那你请来干什么呀？是啊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算什么清室善后委员会啊？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完全清理嘛。各位先生，先别急，我们呢也做了不少动员，可是怎么说，他们都不肯走啊。你们呢有理有据，跟他们讲清楚。清帝逊位已经10几年了。民国政府呢，为了保存他们的尊严，一直没有催促他们，还曾经建议他们去颐和园，可是他们就是不去呀。是啊，忍耐都是有限度。我马上把各位的意见向上反映，各位请给我们点时间，我们很快就解决。来，这边看看。来，走，蓉儿，给你。这是你出宫置办的？但我一次只能带这些了，现在进出很严，连我一天也只能进出几次。这样就很好了，不是有了上顿没下顿，
这也够吃几日了。我出宫的时候碰到你爹，他很是担心你。我本来也要去你家报信的，结果碰巧他来打听你的消息。都怪我不好，让我爹担心了。如果二子知道这个事情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陆先生，蓉儿，没想到果然是你，李大人。陆先生，这宫中已经没有御前侍卫了，以后你叫我李琦就好。好，那你以后也别管我叫陆先生了，我们大家都是朋友，这样显得生分。陆先生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是跟着清室善后委员会来宫里清点文物的，碰巧就遇见你们了。世事难料，没想到我们3个人以这样的方式相见。是啊，这宫中不便久留，太妃还住在这儿，你还是早点离开吧。我明白。但是李琦啊，我想有件事你也应该知道，这宫里确实待不久了，你也应该想一想自己的出路。这不光是为了你自己，我觉得你应该懂。李琦自然明白。哦，对了，刘尔和玉梅啊，也很担心你们2个人在宫里呢。玉梅在报社，多亏了你的照顾。二子行事冲动，也幸亏有你看着。你们2个人啊，也千万别跟我客气。对了，蓉儿，你出宫后也要找个差事吧？要不这样，你先来我家。啊，我是说啊，你先来我家，要么先当个厨子，先安顿下来。我是这个意思。陆先生，谢谢你的好意。出宫的事情还是以后再说吧。现在时局动荡，走一步算一步吧。好，那就听蓉儿的，我就先告辞了。李琦，照顾好蓉儿。我们快点回去吧，还要给主子做膳呢。好，我帮你拿吧。走。快下雨了，这哪都是潮的，本宫的背和腰疼得厉害。奴婢给主子捶捶吧。昨儿走得匆忙，只带了些穿的用的，连主子您最爱的躺椅也没带过来。逼咱们搬来这么破旧的地方，日子过成这样，还提什么躺椅？看这屋里啊，怎么这么暗，黑漆漆的。本宫待会儿想练练字，你去找些灯笼来。是。哎，青儿，你这是要干嘛去？主子说屋子里太暗了，让我去寻些宫灯回来。灯？哦，要不你去养心殿看看吧。我记得那边还放了一些。皇上夜里边怕黑，总让人点起来才安心。哎，不对，现在好像是进不去了。哎，要不你去慈宁宫看看吧，那儿好像还放了些宫灯。慈宁宫？可是端康太妃……现在这各处都封了，估计啊也只有那儿有了。你再去看看啊。
青儿见过玉公公。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我在这儿帮主子寻些宫灯。玉公公，青儿就先行告退了。你发现没有，这一段时间你离不开这个药了，一天不喝你就会难受，是不是？啊？我还实话告诉你，我在这个药里头啊加了一些东西，你离不开它了。玉公公，公公，青儿没有得罪过您啊，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难道你就是该问的问，不该问的别问。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，有多少有多少。你敢？你今天要是敢出这个门，这件事让谁知道，那可就不一定了。其实我让你做的事儿并不难，只要你帮我监视蓉儿的一举一动。蓉儿，这地方太湿太冷了，本宫都喘不过气儿。主子，您先坐，快喝口热茶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又怎么了？别吓本宫啊！主子，静怡太妃说是今天早上起来胃就不舒服，翻江倒海似的，刚才又全吐了，身上还长了红疹子。双喜姑姑过来，说让我喊蓉儿去看看。那赶紧过去看看吧。是，主子。彩碧姐姐，你帮我照顾一下主子。嗯。痒呢，别双抓了，喜。主子，痒，不能抓，不能抓呀！你说我是不是要死了呀，双喜？呸呸呸！痒，不吉利的话呀！痒。蓉儿拜见主子。说，你给本宫吃的东西从哪儿拿来的？哎呦，回主子的话，那些食材原本都是留给万岁爷吃的。本宫吃你供的膳以后，这胃里直翻腾，这浑身痒的难受。快给本宫看看，本宫这是怎么了呀？是。哎呦，这可怎么办才好啊？哎呀，双喜呀，传太医没有啊？早就传了，可太医院的人都走光了。这玉公公呢？可否让玉公公把宫外的那些太医传进来呢？早晨起来，玉总管也出宫了，所以我这不是急得没法了吗？都已经。本宫现在生不如死。哎呦，别抓，别抓，别抓了！居然得了这种病！哎呦，别挠了，主子，别挠了，我的主子！哎呦，这主子，依蓉儿看，您这应该是过敏，没有其他的药材，只能用帕子蘸上清凉的薄荷水敷着，这样可以消肿止痒。试试看。哎呀，本宫不管！哎呦，我别挠了，别挠了，主子，咱试试。哟，主子，还真别说，好些了。主子，现在有舒服点了吗？还痒吗？痒好像是不痒了，就是这红疹子还没下去。主子，这是我调的薄荷和茉莉花瓣的蜜油。双喜姑姑，你每隔1个时辰给主子敷上一次，明日红疹就应该能退去。哎呦，这次啊，可是多亏了蓉儿，不然再照这样下去，你可叫我怎么办才好？佛祖保佑啊！双喜姑姑，您不用着急，以后再有什么事情，您托人去差蓉儿就是了。双喜，替本宫送送蓉儿。蓉儿。蓉儿，这次可真要谢谢你了。
如果没有你，我可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这想当初，觉得你做人有目的，做事又不守规矩，想来是我想错了。姑姑，给你赔个不是吧？姑姑，您教我们规矩，是蓉儿不懂事，明明可以与人为善，却偏偏要得罪人，该是蓉儿给您赔不是。听寿喜姑姑说过，您做的饽饽是极好的，还想有机会请教一二呢。好，好，你有什么问题尽管问，我一定好好教你。寿喜也是这样的，不争不抢的，却处处压了我一头。我自以为能赢他一辈子，没想到临了还是输了，还是寿喜会挑土地啊。于总管，法国的老板总是在催，担心皇上被逼出宫之后，这宝物再也运不出来。眼看剩下这是最后一批宝物，你要记住你的承诺。你以为我不着急啊？这民国政府啊，突然的就把皇上给赶出宫来了，各大殿都贴上封条了，门口呢有当兵的把着，许进不许出。多亏我把2位太妃留在宫里了，要不然连我都进不去了。那他们到底能拖多久啊？说不好，没准明天就给轰出来了。可是我的耐心毕竟是有限的，金钱都付了，要是到时候若是拿不出来宝物，我可不会像 Harry 一样啊！您放心，放心，我知道，我这正想办法呢。你们快看看，快看看谁来了！诸位，于总管，诸位都受苦了，起来吧！谢谢于总管，于总管，可算是见着您了。于总管，我们在燕赤楼要什么没什么，您能不能跟皇上说说，接济我们？是啊，您就想想办法救我们吧。我们还能去北府当差吗？皇上不是在那儿吗？是啊，对，我这也是心有余力不足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今天我想从这儿带走几个人，帮我办点事儿。带不了那么多啊！来，你来。哎，谢谢于总管，谢谢于总管。来，你们4个。谢谢于总管。这个这儿呢有点银子，回头给大伙儿分分，吃顿饱饭啊！对不住了啊，各位，对不住啊！谢谢于总管，谢谢于总管，谢谢于总管。静怡那边好点了吗？主子，蓉儿说给静怡太妃涂上了薄荷油，能消肿止痒。好在蓉儿还懂点医理，也是难为静怡了。她这一辈子哪有受过这些？是啊，众生吃鱼，世人皆苦。纵然本宫是皇帝的额娘，也是众生罢了。少英大人，这优待条件的修正文件你也看过了，这第5条写得清清楚楚，卿氏的私产归卿氏全部享有，我们民国政府也会特别保护，但这一切公产均归我们民国政府所有。条文我都看了，这些我们都明白。少英大人，我们卿氏委员会呢，就是来处理这些公产的，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完全清理，还希望您能督促2位太妃尽快离宫。是，刚才我们转了一圈，深感这些文物必须尽快的妥善保护起来，就这么放着，实在让人心寒呐！啊，保护这些珍贵的文物啊，早一天是一天，一天都不能等了。这不是1个人2个人的事，这是国家的事。
西教授说的对，劝劝太妃，早晚都是要走的嘛，再怎么留恋也无济于事啊。我明白，我明白，当日也没办法，他们不肯出去，说死也得死在宫里。那叫皇上下令，要他们搬嘛，他们谁的话都不听，这总得听皇上的吧？好，我试试，我试试。在想什么呢？我给你带了些食材，还有点心。这个点心是宫外的，但太妃可能吃不习惯。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谢谢你。你赶快吃吧。你这几日都饿着了吧？我留着跟青儿一起吃。我刚才还在发愁呢，你带回来的这些食材根本就不够2宫的人吃。这静怡太妃对黄油过敏，主子又不吃荤腥，还好你拿过来这些食材。但你也得照顾你自己啊。可眼前已经是这样了，我只能尽力了。你是太妃的长勺，你管着太妃的膳食，你自然要得照顾好你自己啊。我睁开眼，平复了呼吸，这世界陌生又熟悉，相聚与分离压抑在心底，想珍惜谈何容易，我戒不掉暖暖的微笑，情愿为他放下骄傲，人心猜不到，而我太渺小，乱世活下去最重要。不起眼的尘埃，不有我的年代，不灭的大义与心爱，就算刀山火海，就算暗影袭来，热血胸怀不再徘徊，用凡人的身躯坚定的心，面对风雨不犹豫，即使不自量力，即使一败涂地，我无愧于你。用凡人的身躯，疲惫的心，守得云开的结局。就算悲凉唏嘘，就算明天死去，不惜一切换取你不再哭泣，不再哭泣，不再哭泣。